家好，我係 Dixon，今日咧就會講下呢部 iPad Pro 2020我用咗1個月之後嘅感受啦，分享下佢嘅好處同唔好處嘅。咁呢條片稍後咧我就會推介下邊個應該買呢部 iPad 啦，同埋如果你想買一啲配件咧，尤其是新個 Magic Keyboard 咧，有啲小 tips 俾大家嘅。所以如果你諗緊係咪買呢部機嘅時候咧，我希望睇完呢條片之後咧，可以幫到你做決定啦。不過喺開始之前咧，我就想快講一下，即係點解我買呢部 iPad 啦。其實我買呢部 iPad 咧，主要都係俾屋企人嘅，因為我留意到佢哋用電腦嘅一啲習慣啦。其實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我除咗攞部 iMac 剪片之外，即係剪片以外嘅時間咧，我都會係攞嚟可能上網啊、Netflix 啊或者執相咁樣樣。咁我所以咧，我就想買一部電腦咧，令到所有人咧都可以更加方便、更加容易咁樣去做到呢啲 task 啦。亦都如果喺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加啲配件做啲例如文書嘅工作咁樣樣。再加上我想將我電腦嘅所有嘅相啊、文件啊都過渡到呢一部 iPad 上邊，咁我就可以將成個 Home Library 咧隨身攜帶啦。其實呢件事係我一路都好想做嘅。好，咁講翻部機啦。咁首先講佢嘅好處先啦。呢部機提供咗一個非常之順暢嘅使用體驗，你係唔需要擔心 A12Z 個性能嘅。買咗佢1個月以嚟咧，我幾乎係冇見過佢任何嘅 lag 同埋任何 crash 嘅。除咗有一個特別嘅情況，不過嗰個係唔關 hardware 事嘅，嗰個純粹係有個 app 佢自己寫得差有 bug 咁樣樣。所以成個月以嚟，無論打機啦、打字啦、執相啦、睇片啦，全部都非常之順。我暫時未攞過佢嚟剪片，因為 iPad 上邊個 iMovie 咧就未滿足到我嘅要求。咁但係我又未至於想買 LumaFusion。另一樣嘢咧就係呢部機咧完全唔需要 Q Apps 啊撥走佢，或者即係一開得多 Apps 就會慢落嚟。我相信咧係呢一代咧加到6GB RAM 咧，對於個 multitasking 咧係有幫助。啱啱咪提到睇片嘅，咁我要講佢第二個好處，就係佢個 mon 超級靚。呢個 mon 咧無論係睇片啦、睇相啦，任何嘅 media consumption 咧都真係冇得彈。我知道呢個唔係新嘢，但係我真係想強調下咧，呢個 display 係有幾靚。因為每當 Apple 去改善佢嘅 display technology 嘅時候咧，係一定會令到個產品體驗咧顯著提升。當年 iPhone 4轉 Retina display，iPhone X 轉 OLED， 呢啲全部都令到 user 咧係翻唔到轉頭。同樣地，呢一個120Hz ProMotion 全貼合嘅 P3 display 咧，用過之後咧，你會留意到同之前嘅 mon， 無論係嗰個順暢度啦，或者嗰個色彩還原咧，都係好唔同。尤其是之前咧，咪大家都喺屋企睇好多片啦，咁 exactly 咧就係呢一個 mon 發揮佢所長嘅時候。我想講一樣嘢，好多時候咧，你 Apple Store 即係你去試手機或者試電腦咧，咁你咪見到即係可能個 mon 好靚啊咁樣樣，但係可能你買到翻屋企之後咧，你會發覺點解好似爭啲咁樣嘅？但係呢部 iPad 就唔同啦 ，even 你喺屋企用咧，佢嗰個 contrast 啦或者嗰個細緻度咧都係一流嘅。第三樣好處咧就係佢嘅喇叭，雖然咧佢有4個立體聲嘅喇叭啦，咁其實個音質係非常之靚嘅，但係我都略嫌佢可以再大聲多少少。因為有啲時候咧，你校到可能大概40至50% 個音量啦，有啲人聲嘅位咧都係會爭啲，都係聽得唔係好清楚嘅。但係如果你再校大聲啲咧，又有機會可能騷擾到人啊，大聲得滯、刷得滯。我覺得呢部 iPad Pro 2020嘅好處咧，全部都喺晒佢 hardware 度，但係佢嘅壞處咧，全部都喺晒佢 software 度。我先講佢嘅 multitasking， 我冇呃你，我諗我10次 multitasking 咧，我只係得5-6次係可以成功去得到呢個畫面嘅啫。你係要好精準咁樣撥上嚟，然後再 hold 一 hold 再放手。如果你太快撥咧，佢就會去咗 home screen。如果佢撥個幅度太細咧，咁你就會淨係撥咗個 dock 上嚟啫。如果你太慢嘅話咧，即係如果你慢慢撥就一定得嘅。但係正常人點會咁慢咁樣撥啫？因為有時候你用慣咗，你要想好快翻轉頭 check 個 app 嘅少少嘢，咁你一撥上嚟又 fail 咗，咁你係好煩嘅，成日都。同埋你去到 home screen 度再撥上嚟咧，係更加難。再講 iOS 13，咁我諗佢寫得差咧，就大家都知㗎啦，嘥電啦 ，RAM management 差啦，多 bug 啦。因為好在 iPad 出到嚟嘅效果咧，就冇電話咁差嘅，即係可能佢有大電啦，同埋6GB RAM 咁。可能呢個就係蘋果擺6GB RAM 落去嘅原因啦，我唔知。軟件上嘅問題咧，其實就相對容易去改善嘅，可能一個 software update 都會改善到啦。咁而 iPad OS 咧，啱啱拆咗條新支線出嚟，咁我都相信佢喺未來係會多 update 多 patch 嘅。好啦，講一個小 tips 幫你揀11寸同12.9寸兩個 size 啦。如果你嘅用途係牽涉多啲打字嘅工作嘅話咧，我建議你揀12.9寸，因為嗰個係 full size keyboard，因為11寸嗰個 keyboard 咧係窄啲嘅，掣同掣之間個距離咧都係細咗嘅。因為用 desktop 個 Magic Keyboard 嘅時候咧，你打每一隻字咧，你個手指係會好習慣咧某一個特定嘅伸展距離嘅。當你落到 iPad 窄啲個 keyboard 嘅時候咧，
你就好多時候會 either 打錯字啦，或者你打字速度慢咗好多啦，或者有時候咧你會一下撳咗2個掣。除咗 keyboard 有啲掣之外咧，我隻手指公咧好多時候都會 high 到個 trackpad 嘅，無論係11寸同埋12.9寸都係。雖然其實又唔影響佢打字嘅，但係即係感覺怪怪地咯，所以有時候我手指公咧就會攞起，即係避免 high 到。好啦，咁我講下呢部 iPad 咧，究竟適合邊啲人啊？如果你係當呢部 iPad 係一個 media consumption device 嘅話，例如一啲娛樂消遣嘅用途嘅話咧，我覺得呢部 iPad Pro 嘅硬件咧係可以喺呢方面發揮得好出色嘅。無論係佢嘅性能啦，佢個熒幕嘅質素啦，佢喇叭嘅音質啦，都係咁多部 iPad 裏邊最好嘅。如果你本身係9.7寸或者10.5寸嘅用家，你又中意呢個 size 嘅話咧，咁你可以買11寸，因為同一個 form factor，但係你就可以有大啲嘅 mon 啦。甚至乎我都會建議 iPad mini 嘅用家可以試下 upgrade 佢呢部機。就我自己上一部機咧都係一部 iPad mini 嚟嘅，當然我都明白係唔及 iPad mini 嗰個輕便性嘅，但係我覺得呢部嘅性能同埋嗰個 mon 嘅質素咧係可以帶到俾你好唔同嘅娛樂或者消遣嘅體驗。如果你有任何productivity 嘅需求嘅話咧，我會建議你買12.9寸。呢個尺寸咧係好適合做一個 laptop 甚至乎 desktop 嘅 replacement 嘅。因為蘋果喺出呢部 iPad 嘅時候咧，亦都主打佢嗰個 slogan 啦，Your next computer is not a computer。我覺得對於一般大眾呢個時代呢個願景咧，係終於可以實行得到啦。即係將你屋企電腦所有檔案啊、所有屋企嘅相啊、歌啊，全部嘅 files 咧都過渡晒去 iOS 上面。然後將你成個 home library 咧都可以隨身攜帶。咁我頭先講咗，我自己買呢部 iPad 咧都係呢個原因。不過就算你唔係呢個用途咧，12.9寸呢部機無論喺娛樂啦、工作啦或者 multitasking 咧，都係非常之升入嘅。我知道冇辦法咧去將所有我發現到嘅嘢咧都擺晒喺呢條片入邊嘅。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咧，或者你想買機前搞清楚嘅話咧，喺下邊 comment 度問我啊，咁我會盡量喺嗰度解答大家嘅。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嘅片咧，咁可以幫我 like 咗喺下邊啦，投個票話翻俾我知。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咁如果唔係咧，出咗片都唔知㗎啦。我條 channel 入邊咧都仲有其他 review 片啦、旅行片同埋露營片嘅，撳入去睇下。我係 Dixon，拜拜。